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如今的王一博不再去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，只是从心而为，追求自己向往的热爱。王一博全能艺人，热爱极限运动，用行动证明自己，参加赛车比赛、纪录片探索心境极限挑战，直面恐惧，全力以赴热爱，平静豁达面对生活，成为给人能量的榜样。这些天，关于王一博的热搜词条一直不间断，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是一次惊喜。前一段时间，因为电影热烈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，思绪不免被勾回了去年夏天。忙碌的日子里，特意挤出了时间，在某个工作日的上午，一个人匆忙地走进空无一人的电影院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地看完了这部电影。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，陈硕用最热忱的爱，打破生活中的重重阻碍，坚持不懈地追求梦想。是故事中的陈硕，也是银幕外的王一博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奇迹。而属于王一博的奇迹，从来都没有尽头。大家都知道的，成团出道的王一博，跳舞很厉害，唱歌很好听，成为演员之后，也一直在很努力的拍戏。陈情令、冰与火、追风者，他尝试演绎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，挑战着自己，进入电影界，更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出彩的角色，热烈里的陈硕、无名里的叶先生等。拥有顶级流量的王一博，捧他的人有很多，看不上他的人也有很多。他在作品上付出的努力，在一些人眼里只是流量的手段，根本没有拿出手的实力。所以，爆红的王一博一直处在风口浪尖，那些喧闹的声音从未停下。王一博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，面对黑料也不爱为自己辩驳，他选择用行动来证明自己。于是，就有了一件件摆到大众面前，让黑子也哑口无言的事实。今年10月份，王一博参加了2024 GTSC 系列赛珠海站的比赛，说简单点就是赛车比赛。比赛那几天，他和搭档一起拿下了第1回合的亚军，第2回合的冠军。这是他对赛车产生兴趣以来，第一次参加正式的比赛。作为艺人，平日里行程很繁忙，参赛前王一博根本没有很多时间能去练习赛车技术。赛场上高手如云，几乎都是有着多年丰富经验的专业赛车手，在赛场上的较量更是速度与激情、危险与技能的考验。而王一博还是一如既往地表露着他的淡定和从容。视角直击赛事上的王一博，面对后车的不断挑衅和超越，他始终保持镇定，稳定自己的步伐，从容应对挑战。但凡急功近利，心态不稳，赛车的危险可想而知。在一次过弯时，遇见2辆赛车在面前发生碰撞，最紧急的关头，王一博及时调整了方向，安好的避开了危险。肾上腺素飙升的速度一次次让人揪心，王一博却很从容地完成了比赛。他个人的成绩不是最优秀的，但他在和搭档的配合里，贡献了自己尽力跑出的最好的成绩。参加比赛的赛车手们对王一博的评价无不是赞赏，作为新手能跑出这样的成绩，实力不容小觑。王一博好似享受着每一次全新的挑战，速度与激情，在他这里，一直都是生活最大的追求。但他追求的从来不是结果，而是过程。这次赛车比赛就可以看到他的态度。
他沉浸地享受着整个过程，不计较得失，全力以赴自己的热爱。至于结果，是尽力而为后能够得到的，足矣。这不是王一博第一次挑战极限运动，早在很多年前，被朋友带上摩托车赛道，爱上摩托的王一博就多次参加了关于摩托车的专业赛事。这些年他一直都在做一件事，凡是他热爱的，都会付出100%的努力和认真，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不求极致完美，但求尽善尽美。所以，他是各种舞种都能信手拈来的舞者，是舞者里唱歌很好的歌手，歌手里演戏也很不错的演员。作为演员，还有各种技能傍身，赛车、摩托、滑板、冲浪、滑雪等等，都忍不住怀疑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。作为艺人，甚至是指单单作为一个人类，他真的太全能了，内娱大概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他这般的人。也许会有人质疑，他是样样通，但样样不精吧？非也。关于跳舞已经不用说了，从小热爱且练习的技能，在节目《这就是街舞》以及各个舞台上的表现毋庸置疑，实力赤裸裸放在那的。演戏亦是，出道这些年，尤其是近几年，上线的剧、电影时常获奖或被提名，他的进步和改变是可以看到的。赛车上面也已说完，其他的技能，在他参加的各个综艺节目里经常会看到，那绝对不是简单的玩玩而已。每一份喜欢，他都会投入精力去琢磨、去研究、去练习，然后尽可能让自己做到满意。以前看到这样全能的王一博，觉得他是一个热爱极限运动的热血 boy， 毕竟是酷盖，走的路线总是不一般。他经常展现着很强的胜负心，好像做一件事，怎么都要证明自己是可以的。今年8月份播出了一部纪录片探索心境，节目给观众呈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王一博。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，才意识到以前对他的认知太狭隘了，同时也忍不住想要感叹一句，王一博可真是了不起的硬汉真男人。简单的给没看过的朋友介绍一下，这部纪录片记录的是王一博分别跟随6位中国探险家，去往6个地理环境大不相同的目的地，进行户外极限探索。场面之震撼，难以形容。大概就是穿越热带雨林寻找长臂猿，攀登高海拔雪山完成陡坡滑雪，走进天然溶洞探索未知，潜入深海感受海底世界，挑战野外极限攀岩运动，来到沙漠独自攀登沙漠珠峰。每一项内容都是极限挑战。更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个节目是王一博主动提出的想法，自己找到 Discovery 探索频道，想要牵头完成这件事情。作为一名艺人，主动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，王一博太豁得出去了。普通的真人秀节目，过山车、蹦极这些已然算作很让人害怕的项目，来到王一博这里，直接是 next level。上天、入地、下海，直面大自然的挑战。而他做这些，并不是为了要去证明什么，也不是为了博取什么噱头，只是想要让自己多经历一些，去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，让自己来到人间的一生，在离开之前能少一些遗憾。27岁，出道10年的王一博，有着一种很平静的豁达。了解王一博的人都知道，他虽然喜欢极限运动，但也有很多害怕的东西，比如怕黑、怕虫子，看不了恐怖片。在一些采访里就说过，一般在酒店睡觉，他都会把走廊的灯打开，电视调到中央5套，声音开到3，
来满足自己睡觉所需的安全感。在这部纪录片里，他几乎突破了自己所有的恐惧。到达的第一个地方是海南的热带雨林，丛林密布，各种奇形怪状的小虫子数不胜数，还有各种有毒的蛇穿梭在树木之间。行走在雨林里的王一博被蚂蟥咬了好几口，还遇见了竹叶青蛇。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因为害怕虫子逃避远离，而是冷静地把蚂蟥拽下来，流了很多血也没有在意。遇见竹叶青，也只是保持着自己的好奇心，拿起相机拍照记录，然后轻轻地远离蛇待着的地方。之后和探险家去黑漆漆的溶洞，他也抹去了恐惧，欣赏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王一博直面了内心的恐惧，他用大自然的馈赠扫去了内心所有的阴霾。同行的探险家问他，会害怕吗？他直言没有，因为他把自己全身心的专注力都放在了行动上。黑暗、虫子这些深入内心的恐惧在前行的路上显得微不足道。然后看到的就是王一博大刀阔斧的向目标前行。喜欢极限运动的他很勇，在纪录片里的体验都是作为新手的第一次尝试，但他表现的却是出奇的好。爬雪山的时候，高原反应难受到无法前行，当所有人都在劝他停下来的时候，他没有放弃，仿佛就是临门一脚，如果放弃，就会成为自己的遗憾。王一博只休息了一个晚上一个上午，感觉自己能坚持的时候，继续走向了雪山的顶端。和探险家夜潜深海的时候，也一度水土不服，肚子疼，本来就是一项非常费神费力的事情，体能正常的时候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让人筋疲力尽，生病后更难。王一博依然没有停止向目标进发，比起身子难受，他更不想错过海底的精彩世界。但他没有硬撑，放弃了拿摄像机潜水拍摄，承担了不太费力的打光任务，潜入海底，看到了他期待已久的海底世界。在看他户外极限攀岩的时候，惊叹的嘴完全闭不住了。之前在雨林、溶洞、雪山学到的技能，他都可以融会贯通，并且熟练运用。即使如此，隔行如隔山，面对攀岩，依旧是一次非常困难的挑战。难道热爱极限运动的王一博，在刚开始尝试就一直不停的经历失败，想要攀岩110米的猴子山几乎成了难以企及的奢望？可他还是没有退缩，全神贯注的在探险家的指导下一次又一次尝试，把极其复杂繁琐的步骤、方法谨记于心，短短2天就开始奔赴他们的终极目标。恐怖程度是冒着大雨也在攀爬陡峰，任务完成一半时，为了节省时间选择在悬崖壁上支挂帐过夜，那一夜是伴着各种小虫子、小老鼠睡去的。经历的多了，好像也没什么恐惧的了。黑暗、虫子这些曾在王一博这里最害怕的，也再算不上什么了。不管完成目标的道路有多困难，都没有阻挡得了王一博前行的步伐。热爱极限运动的王一博更酷了。但你说，面对那些危险，他真的一点都没有害怕吗？也不是。溶洞探险的时候，有一次需要挂起绳子从一头爬到另一头，每次都会把所有步骤认真念叨检查一遍的王一博，在往上爬的过程中，绑在腿上的绳子突然松了，这一松，吓到了他。之后每次检查绳索的时候，他都会多检查几次。都说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这次意外，王一博的心里留下了一定的阴影，但之后要去往的目的地，使用绳索还会很频繁。
他再次克服了心理障碍，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，但他从来没有说不，从未停止手里的动作。每一次任务，他都完成得很出色。面对这些全新的体验，他总是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掌握要领，开始自己的尝试。可以说是他的天赋使然，毕竟学习能力强，动手能力强，热爱运动，跳舞的他身体协调性也很好。但这不是全部，在短暂的时间里得到满意的成果，王一博付出的是不怕吃苦的非常努力。他去的那些地方，都要面临野外生存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他们吃着拿的不多的素食，然后是就地取材，找到什么吃什么。喝山里的水，吃野食，还会吃各种简单操作的黑暗料理。王一博一点都不挑，吃什么都会很捧场的说好吃。哪怕一不小心把食物全都撒在了地上，为了不浪费，他们都会夹起来吃掉。能做到如此程度的普通人又有多少？何况是生活优渥、众星捧月的艺人。然后呢，学不会的技能他会反反复复练习，身前憋气时间不足，耳压不平衡导致耳朵疼，他就一次次尝试，坚持到不能坚持为止。在雨林往树上抛绳子，他硬是抛了1个小时，都没有妥协，也没让人帮忙。攀岩、下坠，他的双手几乎布满了伤痕，但都不为所动，因为他知道，只有布满后茧和伤痕，才能得到厚积薄发的结果。即使是一次体验，他也会全力以赴。当前路艰难的时候，王一博从来不会选择戛然而止，因为他说，我不相信我没办法完成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他想要的，一定会靠自己得到。从小选择练舞，后来进入娱乐圈，他前行的一路都在坚持这个信条。当被人问吃过苦吗？他的回答是，吃过。不过，这个苦，是苦瓜的苦。这就是王一博。不爱表达的王一博，从来不煽情，也不去表达他的不易。我们口中所说的苦，在他的眼里，都不是苦，而是追求自己热爱的路上，一定要经历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也许很难，但绝不是苦，是追求热爱的渴望，是动力，是自己想要坚持的付出。但凡是他的选择，就绝不后悔，哪怕会曲折，会艰难，他都会无畏的走下去，心甘情愿的走下去。在沙漠，王一博一个人爬上珠峰的路，就是这样，有错误的选择，有遗憾的决断，但都不后悔。到达终点的时候，他沉浸的享受着沙漠里日出的宁静与美好。那一刻，他露出了最开心的笑容。得失、功名、利禄、荣誉，这些都已不是王一博努力前行的目的，他几乎什么都有了，但他又好像放下了一切。小时候，因为喜欢跳舞，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去追求梦想，成为演员后，在漫天的黑料和谩骂下，一步步用行动证明着自己。如今的王一博，不再去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，只是从心而为，追求自己向往的热爱。喜欢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要什么会靠自己的努力去得到，不攀比，不较真，只要达到自己心中的预期，就是满足。他可以平静地对待生活里遇到的各种难题，也会用最豁达的态度面对生活。人生的意义在他这里已然有了新的定义。珍惜拥有，享受生活，拥抱爱意，然后用一颗最纯粹的心感受世间的美好。作为偶像，他是一个可以给人无尽能量的榜样，这样的王一博，真的可以净化心灵啊！
他的未来还在继续探索，寻找人生新的远方，而他到达的远方也会成为更多人前行的勇气。酷盖王一博，了不起的硬汉真男人。如果累了，或者追求梦想的路上实在太难坚持下去了，就去看看王一博吧，那将是一份很有力量的鼓励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